所竟然……不，我就是为此而来的，可不能被吓倒。是这样吗？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薛定谔博士。接下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问我打算怎么办？那还用说吗？既然普罗米修斯直到最后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，那我这个被大家指定的起点载体又怎么能半途而废呢？继续把崩坏能向我这里引导吧，博士。我会按照原计划，成为这个世界的新生律者。我明白了，希尔也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努力。从结果上来说，这至少能够给我们的敌人多制造一些麻烦。我会如你所说，将自己能够引导的崩坏能继续向你转移，但是少了普罗米修斯的协助，我们必须付出300%、500%的努力，才有可能达到原先30%、50%的效果。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当然明白了，就算拼尽全力，也只能达到目标的10%，我也会义无反顾地做下去。毕竟，这或许是一名偶像的毕业演出呢，他又怎么能不全力以赴？来上演一出华丽的登场吧，要让我们那位拥有全知力量的狂热粉丝也大吃一惊才行哦。博士，你不说点什么吗？比起6年前的那一次，你现在的模样还是要可爱不少。谢谢，不过下次可别当着尼古拉斯的面这么讲。老实说，我也是第一次将砂糖银药的力量解放到这个程度。据说上次它被超限解放后不久就直接损坏了。唉，要是这次又被我弄坏了，回去以后肯定要被金平堂长老狠狠说一顿了。不过应该也还好，毕竟经过上次的修理之后，砂糖银药被拆分成了许多把，而这只是其中之一了。这么看来，它倒是和轩辕剑颇有类似之处。也是，毕竟支配的全能，倒还真拥有一定的维度特性。这就属于我的知识盲区了。总之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会利用这把外之剑的力量，加速催生虚数起点，尽力在没有普罗米修斯帮助的情况下，完成我们的计划。接下来就都交给我吧，博士。你可以去帮助希尔他们。怎么啦，博士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绮洛，你的确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吗？那当然了。我知道了。祝你好运，我们的星语者。
是啊，没错，我无法和那些被命运眷顾的天才相提并论，继续死撑下去，也只是在为自己掘墓而已。这些局限，这些弱点，即使我只是在自己的心里悄悄地想一想，也都会被你读得干干净净，对吧，维塔？我再清楚不过了。论天赋，论资质，我向来都不是最顶尖的那一类人。身为偶像，没法尽情歌唱；身为女武神，没能拯救队友；身为休格斯的族人，也阻止不了你。不久之前，我还试着去安慰苏莎娜，但当时说的那些话，不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吗？虽然因为天赋，因为经历，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，我们无法成为自己所向往的那个样子，但我们也可以无限接近自己向往的模样哦，并且做到一些即使是他们也做不到的事。大概这才是所谓梦想的真相吧。只要坚定地看着前方，一直努力，说不定梦想就会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实现了呢。像这样纯粹的思考方式，我自己又何尝不想去相信呢？可是，如果现实这么容易就能被改变，事情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了吧？同伴逐个离去，敌人步步逼近，简直就像是回到了当年的那场战斗里一样。那时我没能战斗到最后，其实并非出于自身的意志，但结果上来说，我成为了第二次崩坏的逃兵。但是，即使战斗到最后，又能怎样呢？拼尽全力再挑战一次自己的极限，结果就会有什么不同吗？肯定不会吧。我什么都做不到，塞西利亚大人还是只能牺牲自己。就是这样。所以，在成为逃兵之后，在比安卡告诉我故事的结局之前，我大概已经在内心深处接受了塞西利亚大人的死亡，与之一起死去的，还有我再也无法找回的青春。你可以说，我一直都是一个骗子，不管表面上多么光鲜，表现得多么开朗，那都不过是心灵的一层假面。归根结底，我害怕着我自己，害怕这个笨笨的女孩，有一天也会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负疚和迷惘。尽管她早就发现了，但只要能自欺欺人，一切就没有问题。这可能也是我那么执着于成为偶像的原因之一吧。但是还好，还好这一次的对手是拥有全知能力的你。一想到这世界里的一切伪装都会被你看穿，我反倒轻松了不少。如你所见，我就是这样一个胆小鬼，一个逃兵，一个不称职的冒牌偶像。哪怕打肿脸充胖子，哪怕会自作自受，我也不想停下，依然要扮演可靠的前辈直到最后。既然我一直都是个骗子，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吧。不过，这可不是什么自暴自弃哦。就算我只能踏入末路，但只要崩坏能再持续聚集，就仍然会催生绿者。当然，那个时候诞生出来的会是什么东西，就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了。不过，想必也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，对吧？所以，如果错过了演出，到时候你可不要后悔哦。
的确如此。虽然这样附和你有些不近人情，但不管从哪个角度看，始于绮罗那些逞强的话语，都不具备震慑敌人的价值。薛定谔博士，你是在主动找我说话吗？当然。不过，果然你即使全知，也不能立即理解。始于绮罗的计划，当然希望渺茫。作为最终载体的他，崩坏能适应性却不够强大。这意味着，在虚数起点诞生之前，他辛苦聚拢的崩坏能就会先一步失去控制。打个比方来说，就像压力锅在没有煮好食物之前便失去了锅盖，在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，即使他想先变成死士，再变成律者，现实也不会给他那样的机会。你倒是比我还不留情面啊！所以，我决定加入他的计划。你之前没有疑惑吗？为什么附身在一块月岩上的我，可以像高塔贤者一样，在世界中自由穿梭？你不过是在频繁变更自己的附身对象，与拼上性命的他们不同，你做这些的风险，不过是可能被世界排斥而已。那么，我究竟是怎么帮助始于绮罗引导崩坏能的呢？那只是月岩的基本性质，杯水车薪。可是，如果我真的如此弱小，你又何必劳神费心，和我在这里不断交谈呢？所以我才这样说，你即使全知，也不能立即理解。世界复杂而混沌，为了预防蝴蝶效应，你必须定时检索每个人的思想，逐一判断他们对你的威胁。而这一点，正是我为你量身定制的罗网。固然，现在我所能推演的，最多只能算是似是而非，好像具有可行性的方案。他们不可能每一个都被付诸实现，也不可能每一个都像看上去那样完整牢靠。但是，你能够因此就放弃对我的探知吗？每一个方案，你都需要观测、推算、验证。即使拥有干涉仪的你，处理信息的效率比我更高，也多少会受到拖累。对我的同伴们来说，这就已经足够。而对我来说，这也不过是和他们一样去燃烧自己，赌上性命。说实话，我有些庆幸，还好这一次的对手是拥有全知能力的你。
对现在的维塔来说，我确实不容忽视，对吧？说到底，对科学而言，所谓催生奇迹，从来都只有一种方式。如果概率低微，那就加大基数；一次实验没有希望，那就实验千百万次。现在，就让我们看看，属于他的奇迹，会不会从你无暇顾及的角落里悄然诞生？对。我说的其实不是一直被你防范着的希尔，而是此刻就在你眼皮底下的石宇绮罗。让我们的演出开始吧！这不可能，石宇绮罗的计划只是有勇无谋，哪怕成功汇聚崩坏能，他也无法逃避死侍化的命运。而死侍化后再觉醒为律者，本就是天方夜谭。薛定谔的行动也不过隔靴搔痒，即使穷尽全部的智识，他能做到的，充其量也就是扰人心神。只要稍加应对，就能一一化解。他们无法制造出律者，我不可能估计错误。但为什么？即使如此，为什么他们还能走到这一步？崩坏能汇聚完毕，开始构建虚数起点。来吧！索，让我们的演出开始吧！果然还是来了吗，维塔？你也想参加我的演唱会吗？热情的观众可真多呀，不过演出结束之前可不能随意上台呢。别忘了你还有我。谢谢你，博士。不过，多少能让这场对决更公平一点。撑住，绮罗，虚数起点就快稳定下来了。你就放心吧。偶像可不会在中途放弃演出。做到了。没办法，到此为止吧。就差一点了呢。说来讽刺，不久前我还认为你们的计划毫无可行性，此刻却要为了避免节外生枝，
不得不出手攻击。你真的很出色呢，冒牌偶像。你唯一的不幸，只是拥有全知能力的我，终究要快人一步。不管你会变成律者、死士，还是别的什么东西，虚数起点的雏形，都会被扼杀在摇篮里。成功了，欢迎来到我们为你准备的真正舞台。可算抓到你了！